大家好，今天 Vivian 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使用清洗保存生铁锅。因为 Vivian 不是专家所以大家不要问我一些关于生铁锅如何制造的问题。今天只是纯粹分享 Vivian 如何使用生铁锅让它不粘。现在大家影片看到的这只锅呢，是台湾网络可以买到的阿嬷牌的生铁锅，价格大概是台币500-600元。另外这一只锅呢，是在传统的菜市场买到的没有厂牌，价格也差不多，两者使用的状态跟效果都是接近的。一般呢，这个生铁锅买回来了之后呢，老板呢会帮你先做基本的开锅动作。要使用前呢，我们就先把油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一边烘干一边烧热锅子。比较懒得等的朋友呢，可以像我一样用厨房纸巾帮忙擦拭一下，吸收一下水分。好，那我们就继续加热我们的锅子这时候呢，我通常保持中大火，可以用手感受一下锅面如果感觉到蛮高的热气就差不多了。因为这类的锅子要达到不粘，是要烧热锅具让锅子产生物理性的不粘，所以我们下的油脂呢，一定是要耐高温的。目前呢，最安全的耐高温油脂呢，大概就是冷压的椰子油或是动物性的油脂。之前呢，被广告误导，误以为葡萄籽油是耐高温的油，虽然它的发烟点真的很高，很耐高温，但是背后呢，比较严重的问题呢，是它的油脂已经被氢化过了。被氢化过的油脂，其实在化学式上已经做了改变，带有大量的自由基 free radical， 对我们的身体呢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想我们就不要再用这些被氢化过的植物油了。那下面这个做法呢，是我现在非常习惯的热锅方式我们就是取猪油。现在有一些通路都有贩售所谓的没有施打生长激素或是抗生素的猪肉所炼的猪油，价格呢也都蛮合理的大概500公克大概就是70块左右。如果大家想要自己找安心的猪肉自己来炼也行，我们就让整个锅子的底部呢，所有的毛孔都润上了猪油，基本上呢就像做一个保护，做一个隔绝。隔绝什么，保护什么呢？主要就是要隔绝保护我们现在下的比较不耐高温的健康油，像是冷压的橄榄油或是冷压的芝麻油之类的。这些经过第一次冷压的好油呢，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们不耐高温。但是之前呢，我们已经下了耐高温的猪油那这个猪油呢，就会对于这个不耐高温的低温油脂呢，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我觉得这种组合的方式呢，非常适合不敢全程都使用猪油的朋友。当锅面产生油纹跟微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下食材咯。下食材之后呢，一定不能够立即翻我们要等到接触锅面的这个表面的水分完全的被蒸发了以后呢，我们再翻面。这时候呢，能够非常的轻易达到不粘。好，那我们来换另外一个无牌的锅子我们来煎非常难煎的丝木鱼肚。煎鱼煎豆腐要成功呢，一定要记得把水分尽量的擦干，因为过多的水分除了会油爆以外，还会瞬间的让锅子的温度降低，影响不粘的效果我猜想呢，又有不少的朋友有兴趣这个挡油的网盖了。这个是我在台北复兴南路2段的一家联美生活日用品百货购买的，大概300-400块台币就买得到，大概就煎个3-5分钟大家就可以试试看移不移得动这个鱼的部分。一旦发现它可以顺利的滑动，我们就翻面。我们就继续把这面再干煎一下咯。煎丝木鱼肚也大成功完全不粘。如果遇到酱汁粘锅底的时候怎么清洗呢？我通常呢是准备1杯的热水，倒入锅中之后呢，就连带着锅铲在里面清洗。不想像我一样刮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浸泡一下然后再冲洗。那我是习惯呢用铲子，顺便像在刮锅子洗铲子一样的方式。脏水倒掉之后呢，可以直接放在水龙头底下清洗那我现在因为不方便，我就直接在炉具上面示范给大家看，就可以拿这类的棕刷直接来刷这个锅子因为它没有化学的涂层所以如果有胶痕呢，可以非常放心的用铁刷啦、铁铲啦、菜瓜布啦等等这些来刷它
而且记得呢，千万不要使用洗碗巾之类的哦，因为它的毛孔比较大哦，我们害怕这个洗洁剂哦会残留在它的毛孔当中哦。因为这个锅呢完全没有防锈防腐的化学处理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呢，每餐煮完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开火烘干哦。很多的分享都认为铸铁锅、生铁锅这类的锅具不需要洗得太干净，只需要把不平的部分给洗掉哦，然后呢，剩下多余的油脂呢，最好留在锅子当中，让它层层的堆叠哦，锅子就会越用越黑越晶亮，最后呢，整个锅子就会变得非常黑亮，这层黑亮的油膜呢，就会形成天然不沾的保护膜。但是因为我个人有点洁癖哦，所以我最多呢只是不加洗洁剂，但是我基本上是把锅洗得还蛮干净的，所以我的锅呢形成油膜的速度非常的慢，但是呢照着我刚刚示范的方式哦，还是一样可以让锅子在使用的时候完全不沾哦。洗完烘干的锅子呢，我习惯涂上一层猪油。大家平时煎猪肉啦，或是煎鸡肉产生的这些油脂哦，都可以把这油脂留下来。那这些动物性的油脂呢，就可以当做保护锅子的一个薄膜，可以让它防锈。下回要使用的时候呢，我通常呢会让它在水龙头下稍微的再清洗一下，再使用锅子哦。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有兴趣了解如何使用不锈钢锅具的朋友，请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以便 Vivian 做统计哦。梦幻厨房，我们下次见，拜拜。